你个死丫头，别太嚣张了！你表哥马上就要去阜成念书了，等他考上举人老爷，有你们好看的。你呀，别做他生意，日后我儿子做了举人老爷，还来你家买。说罢，他得意洋洋地走了。哼，还没考上呢，倒先使唤上了。老板，给。他把钱袋递给老板，哪知老板没接。怎么了？你们把钱拿回去吧，没面粉了，卖完了。怎么会没有？今儿早就卖光了。我是昨天预定的，你应该先卖给我。总之，你去别处买吧，我这儿就是没了。喂，做生意要讲诚信啊！我说你该不会真信了他的话？他儿子只是个秀才，八字没一撇呢，谁知道能不能中啊？我也是没办法，姑娘，你去别处买吧。啊，你算了，二狗，我们走。姐，你为啥拦着我？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就能被个婆娘给唬住了呢？不是皇室。不是他，那是咋回事？老板为啥出尔反尔，不卖给我们了？走吧，去别的铺子问问。苏小小记得这附近还有2家，可是当他们上门采买时，无一例外都说卖完了。那一袋不是白面吗？那个是别人预定的，钱都给了。那个呢？你藏着干啥呀？我自己家里吃的，快过年了嘛。姐，到底怎么回事啊？以往过年面粉也没这么难卖啊。哎，我想起来了，西头也有一家卖米面的，就是有些远。姐，你在这等我，我去买。不必了，没人会卖给我们的。啊？为啥呀？苏小小目视前方，生意太好，碍着某些人的眼了。咱们做咱们的生意，碍着谁眼了？哟，苏姑娘，苏小兄弟，这么巧啊？你们也是来买东西的吗？好像没买到的样子呀。是不是快过年了，铺子里都没货了？干你什么事儿？呦，苏小兄弟火气别这么大嘛，都是生意人，和气生财啊，和气生财吗？谁要和你生财啊？苏姑娘，你们想买什么？买不到的话告诉我，我很乐意为你们提供帮助。你说这话是不是有点太无耻了？啊，是你搞的鬼，你不让铺子卖面粉给我们的。有些人不识抬举啊，敬酒不吃吃罚酒。苏姑娘，你觉得呢？说吧，你想怎么样？我谨记在杏花镇开了21年了，不知熬走了多少同行啊。苏姑娘你有本事有手艺，可惜只是个村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没了面粉，你们拿什么做呀？喂，你这人也太恶毒了吧！你做这么多，无非就是为了配方。哎，你这话让我怎么接呢？我孙某一心想与苏姑娘结个善缘，奈何苏姑娘是一直不给孙某机会啊。如今东家那边也听说了一点风声，孙某不好向东家交代啊。你们谨记内部的事，我没兴趣。如果你只是为了配方，那么可能要让你失望了。你的意思是？我姐的意思就是配方我们不卖。唉，丫头啊，你太年轻了，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下场你怕是没体会过。你吓唬谁呢？你再凶我姐，我揍你了。丫头，我最后问你一次，配方你卖还是不卖？不卖。你问我100次，我也还是不卖。哼！孙掌柜冷冷一哼，打了个手势，立刻窜出来7、8个大汉。苏二狗被压在地上无法动弹，他气得咬牙：放开我！有本事和我光明正大打一架！苏小小的心底有一团怒焰在燃烧。放了我弟弟，配方我卖给你。姐，早这么说不就没事了？哎，怎么对苏小兄弟的？
让你们动手了吗？啊，误会，都是误会啊！姐，你别卖。苏姑娘，废话少说，配方我可以卖给你，但价钱必须让我满意。丫头，你认为你如今还有资格与我讲条件吗？孙掌柜，这不是条件，是我的底线。我宁可从此不再做点心生意，也绝不会贱价把我的独门配方卖出去。如果你觉得你能去买到更好的，当我没说。10两。买哪个配方？3个。老婆饼、栗子糕、蛋黄酥，他都要。10两，我10天就挣回来了。你这价开的太厚颜无耻了吧？15两，不能再多了。别怪我没提醒你，有生意做总比没生意做来的强啊。你以为断了我的面粉，我就没辙了吗？只要我能收购到麦子，我自己就能做出面粉来。还是你觉得你们锦记已经只手遮天到连全镇的麦子都能掌控了？哼，丫头，你说的轻巧，真以为做起来那么容易吗？你若是把我逼急了，我宁可苦一点累一点，也绝不将配方拱手相让。你开个价。20两。孙掌柜眯了眯眼，一个配方。他们当初从府城买的配方也没有过如此天价。25两3个方子，你做得出面粉又如何？我多的是法子让你的生意做不下去。50两。30。45，少一个铜板我不干。丫头，你别不知好歹。那就打一架吧，但是配方你们永远也别想拿到了。孙爷，这里交给兄弟几个，我保证给你把配方拿到。哎，45两就45两，成交。你这是哭了？我没有。他倔强的撇过脸，仰起头，不让姐姐看见自己哭鼻子的样子。你是不是怪我把方子卖了？没有，是我没用。我要是没被他们抓住，你也不会把配方交出来。这个我该怎么和你解释呢？抓不抓你，配方我都会卖掉的。不希望你受一丁点的伤害是其一，其二，我也有自己的打算。你胡说，你明明就是不想卖的。真的呀，没骗你。我之前不松口，是在等机会提价。我若是轻易卖了，锦记的人会认为他们买亏了，以后若再找我合作，就会往死里压价。可倘若我是在被逼绝境的时候脱手，不论喊什么价，都显得像是我的底价。人嘛，没有不爱占便宜的，你就把它当作是一种营销和谈判的手段。只是我没料到他们出手那么快。还疼吗？我心里疼。我方才说的那些，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配方没了。你真是听了个寂寞呀。以后都没有饼子卖了。可以卖啊，锦记卖锦记的，我们卖我们的，不冲突。何况就算拿了方子，他们也不会比我们做的好吃，反而说不定会给这几样点心带来知名度。再说了，市场那么大，分不完的。别忘了，我们还有书院的生意。可是很快就会吃光的，咱们家又要穷了。不会的。哎，你不是喜欢吃梅菜扣肉吗？我做了一大盘，全是你的。我吃不。姐，你说你做了啥？一扭头，就见3个小豆丁不知啥时趴在了门口。很好，二狗子，你形象没了，从此你就是哭包舅舅了。怎么了？3小时没说话。给娘，二虎也给娘，还有小虎。你们是想把行李放在我这边吗？小虎薅出一件小棉背心，一阵抠啊抠，抠出了10几粒小碎银。苏小小的眼珠子都瞪圆了。娘。二虎也要打开小包袱，解开小衣兜，从里头摸出了2片金叶子。啊！大虎的就更牛逼了，他的虎头帽是双层的，拿掉里层之后，他抖出了5张白花花的银票。随后他把小鞋一脱，
威武霸气的从鞋垫下抠出一块泛着黑光的令牌。这些钱是你们爹爹的吗？三人摇头。你们爹爹知道吗？三人再次摇头。不是你们是三只小松鼠吗？专囤钱的那种？听起来好笑，可苏小小就觉得有点心酸。三个小家伙经历了什么，才会有那样的危机意识，以及囤小钱的习惯？大虎、二虎、小虎，你们把自己的小钱拿回去。给娘。娘，不饿嘟嘟。二虎，少吃。我不会饿肚子的，我有钱。三人不屑，只得拿出自己卖配方的钱，以及从相公子那儿挣来的枕巾。他们才勉强满意的点了点头。你们把钱收好，哪天我没钱花了，再来找你们要。三人一想，觉得可行。不过，那块丑不拉几的黑牌牌被大虎一脸嫌弃的遗忘了。是不是你的东西啊？你在哪里找到的？你先告诉我，这是什么？这是他身上最重要的信物之一，原以为落在了那伙人的手中。他们三个给你的？他明明记得那伙人把他的包袱抢走了，如果令牌还在，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三个小崽子藏下了。没有啊，我自己捡的。哼，就是小崽子给的。小崽子拿了他的令牌不给他，反而给一个半路认识的丫头，过分了呀！自己捡的，有本事自己认啊！你别欺负我不识字，我这段日子学了不少字的。哦，你是指清单上的那些名字？那才几个字，瞧不起谁啊？似是看出了他的小炸毛，挑眉瞅了眼他手中的令牌。你认呗？他认个锤子呀！认识的话，他还会来问他。不说就算了，大不了明日一早我去问沈川。不想死，你就尽管去问。你少吓唬我！哼，敢拿你们全家的命去赌，我不拦你。我总有一天会弄明白的，在那之前，这东西就由我保管了。随你。苏小小出去之后，魏婷缓缓地睁开眸子，眼底冰冷一片。吃，就知道吃。奶，别打妹妹。娘，小梅子不过吃了半块饴糖，您犯得着下这么重的手吗？哎呦，你男人回来了，有人给你撑腰了，你就敢顶撞你婆婆是吧？你知道饴糖多贵吗？啊，一个赔钱货也敢偷吃。妹妹没有偷吃，是牛蛋扔地上不要的。让你顶嘴了，一个两个都是没用的，挣不了几个钱，还净给家里添赔钱货。我看晚饭也别做了，全喝西北风去好了。大巫师的每个字儿都像针一样扎在小巫师的心上，小巫师突如其来的压抑与沉默令大巫师的心里涌上一股怪异。你哑巴啦？娘，你要实在看我们不顺眼，我们分出去过。你个小蹄子，你说啥呢？我说分家。我和你爹还在呢，你就敢提分家？你是想咒死我们吗？狼心狗肺的东西！娘！大梅子惊叫：苏胖丫，怎么还想对我动手？哎，姓吴的，让你洗个衣裳，洗一半你给我跑了。小巫师低着头没说话。他不洗你去洗。大巫师才不去呢，宋胖丫怎么回事啊？有段日子没作恶了，咋又变回和以前一个德行了？苏小小走了，大巫师偷偷摸摸的朝那边张望。哎呦！三小只和小梅子埋头吃点心。真的决定分家了？小巫师冷静的点了点头。决定了。
那个，分家了，你还会要我来你家干活吗？要啊。这么优秀的员工，一个顶仨，干嘛不要？小吴是好像有点明白自己分家的底气从何而来了。刘平不介意的话，也可以来我这里试2天。你是说，你要雇刘平来干活？得看他行不行。行的行的，他很能吃苦的。哎，分家的事儿，你与刘平提过吗？提过，他没反对。继子在继母手下讨生活，其中的艰辛与憋屈不言而喻。就是什么？我们要真与刘家分家的话，会闹得不中听，来你家干活可能会连累你们也。哦，你说名声啊？我们小苏家有那个吗？哎，你没睡啊？兔子有点饿了。哦，你来的正好，帮我添点柴。今天晚上这么听话。有吃的吗？有啊，不过你要等会儿，我还没做好。魏婷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第一次正八经的看他做。他做吃食的样子也很认真。你很喜欢做吃的？因为很解压嘛。解压？这是什么啊？喏，你尝尝看。魏婷夹起一小撮肉碎，慢条斯理的尝了一口。味道如何？他细细咀嚼，咸中带甜，沙沙的，不算油润，但也不柴，说不上具体什么口感，但味道十分新颖独特。魏婷忍不住又尝了一口，竟是越嚼越香。这是什么？肉松。怎么样，味道不错吧？还行。哼了一声，把一大盘肉松端回来。魏婷伸出去的筷子扑了个空。你说句很好吃，我就都给你。幼稚。哼。苏小小煎了个板栗肉松饼，继续让魏婷品尝。怎么样？好像有点太咸了，吃不出板栗的味道了。那我少放点肉松。他又重新做了一个。太甜。糖放多了。他减了糖与板栗的分量，将第3个饼子递到魏婷面前。这回的呢？魏婷仔细尝过之后说道：馅料刚刚好，皮子有点硬，火候太大。接下来他又做了蛋黄肉松馅、蜜枣肉松馅、红豆和绿豆肉松馅。魏婷吃得撑死了。这个女人有完没完了？究竟要做到什么时候去？哪个最好吃啊？差不多。你觉得二狗会最喜欢哪一个？魏婷惊讶。你给二狗做的？捣鼓了大半个晚上，竟是为了苏二狗？苏小小将卖配方的事儿与魏婷说了。我妈妈，我娘，在我很小的时候，把属于我的礼物送给了她的客商。她为了做生意，就拿我的东西去讨好对方。我当时很难过。配方是你的，你是拿自己的东西去卖？一样。他不知道卖配方给苏二狗的打击这么大。你做这么多点心，就是为了哄二狗开心？苏小小点头。真的会难过许久的。灶堂的火光映入苏小小惆怅的眼底，让她看上去有些孤独。魏婷扭头看着他，这一刻忽然觉得他是一个小可怜，胖嘟嘟的小可怜。苏小小继续做，她要做出一种独一无二的口味。魏婷舍命陪君子，两个人是轮流试吃，撑得半死。后半夜时，他总算折腾完了，坐在魏婷身边歇息。他脑袋一歪，靠在魏婷肩头睡着了。喂，苏大丫，
醒醒！苏小小睡得不要不要的。苏大爷，天亮了，做生意了。无论魏婷如何叫他，回应魏婷的都只有他均匀的小呼吸。可算是等到现在了。魏婷神色冷漠地看着靠在自己肩头的苏小小，抬手解下他腰间的荷包。他并未在荷包里找到那块令牌，奇怪，放哪儿了？他又找了他的袖兜，也没有。难道是揣进怀里了？魏婷的目光瞟向他的微微起伏的胸口，蹙眉移开视线，脑子里浮现起曾被闷晕的经历。他暗暗咬牙，将手探进了苏小小的棉衣。苏小小忽然睁开了眼，愣愣地看着魏婷。你摸我！魏婷血语一颤，看着他明显没睡醒的样子，镇定地说道：没有，你只是在做梦。哦，做梦啊。做梦？梦？那他要摸回去。苏小小唰的扯了魏婷的裤腰带。这女人知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算在梦里也不能随随便便扯男人裤腰带吧。她以为自己做的是什么梦啊？苏大丫。苏小小盯着他，视线往下。哇！小魔爪子探下去，魏婷脸一白，一记手刀劈晕了他。我不是在造物做饼吗？呀，怎么睡到自己床上来了？哎，不许抢我的饼！哎，该去出摊了。糟糕，点心还没做。三小只在造屋和苏二狗抢饼。我的都是我的，是我姐给我做的。姐夫说了，你这臭小子，多大的人了，怎么跟小孩子抢啊？魏婷，做什么？我看见你，忽然想起昨晚做的一个梦。我对你的梦不感兴趣。可我梦见你了，你对我动手动脚的。对你动手动脚，可能吗？我也觉得不大可能，可是还挺细节的。我扯你裤子了。他拿小眼神瞄了瞄他。哎，你说为什么做个梦也那么轻？魏婷冷声打断他：为什么？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也是，我看过。你，苏小小若有所思。到底摸着没有啊？梦断的太不是时候，魏婷快要气炸了。平白熬了一宿不说，还闹出那么多岔子，最关键的是，他最后也没有在他的身上和房里找到自己的令牌。吃早饭时，苏小小发现魏婷的腿瘸得更厉害了。爹，我早说了他腿上未愈，不能下地，看把他瘸的。魏婷冷冷地扫了苏小小一眼，狠狠咬了一口手里的面饼。苏老爹望着女婿的腿，一脸茫然。哎，不是啊，这昨儿回来都好好的，这咋过了一夜，这腿瘸成了这样呢？啊，哎，你半夜扛猪去了？切！苏小小转身打了个喷嚏。苏小小起得晚，老李头用牛车送了姐弟二人一程。苏小小掏腰包给车钱，老李头没要。最近小苏家可没少往他们家送东西，前世的篮子从地里回来就没空过，有自家种的菜，也有小苏家送的饼子和肉。老李头把铜板塞回苏小小的手里，拉着牛车走了。苏小小笑了笑，那就多谢李大爷了。二人照旧去罗大壮的摊子供了货，收了昨日的坛子与菜钱，随后才往锦记的方向走去。姐，早上的饼子真是给我做的吧？是啊，喜欢吗？
喜欢，比之前的点心都好吃。那他们叫什么饼啊？二狗饼啊。真是二狗饼啊。那我们可以卖二狗饼吗？只要你愿意，当然可以。另外，配方我不会卖出去。苏二狗的心情彻底被治愈，他走在大街上，笑得像个小傻子。谨记。好吃，确实比咱做得好。原来咱们是把油酥的法子弄错了，这按他的配方来做是更油润细腻，就是什么？差点意思。难道方子真的有问题？方子没错，是面团发酵时间与火候上的不均匀导致的口感差异，多做多练，应当能弥补。真正让他皱眉的实则是最后一道点心蛋黄酥。不是火候，是食材。咱们用的可是镇上最新鲜最上等的食材。是不是蛋黄啊？配方上写的咸蛋黄，咱们放了盐，可口感依旧不大对呀。苏小小卖的点心里的蛋黄口感沙沙的，流油咸香，他们的蛋黄无滋无味，寡淡干柴。我在京城吃过一种咸蛋，里面的蛋黄就是这个口感。你的意思是咱们得上京城去买？镇上有卖的吗？没有。府城呢？府城也没有。这种咸蛋都是给京里的达官贵人吃的，一般的小州郡没得卖。不对呀，这玩意儿只京城有卖的。那丫头难不成从京城进的货？今日出摊晚，熟客们等急了。你是不是飘了？人家锦记都卖到2锅了。你今天怎么过来了？路过。哦，给清单。你专程给我送清单的呀？其实不必，我们做完这里的生意，会自己去书院拿的。说了我路过，顺手给你带来而已。你今天火气有点大，又和院长大人闹别扭了。他非得让我开春后上府城念书，我不想去啊。苏小小包了一份点心的全家福给他。送你的，不收钱。这是干嘛呀？安慰你。我一个大男人需要你一个小丫头安慰？给。他抛给苏小小一粒小碎银。给，不必找了，爷儿今儿高兴。他要拜他老爹的财，狠狠地拜。拜完财的沈大公子大摇大摆地走了。看懂了吗？苏二狗正摇头，没懂，没明白，为啥他姐不要钱，沈公子反而给了更多的钱。慢慢学。哟，苏姑娘，又来摆摊呢？今儿生意不太好啊。你又来干嘛？我警告你，没有配方卖给你了，以后也不会卖了。我不是来买配方的，我是来找你们退钱的。退什么钱啊？方子你都拿走了，你不会是想讹我们吧？你们卖假配方给我，便是闹到衙门，也是你们不占理。我亲口说，你亲手写，除非是你自己写错了，否则配方绝不会有问题。可我按照你方子上做出来的点心，和你们卖的味道不一样。是吗？你自己尝。苏小小掰开蛋黄酥。不用尝了，确实和我做出来的不一样。你承认了？可我也是严格按照配方做的，不是配方的问题，是你们的食材买错了，怪不得我。孙掌柜，大家打开门做生意，你若真虚心求教，我可以卖个人情告诉你。你若是想讹我诈我，我劝你死了这条心。我卖你配方不是怕了你，我在你锦记门口摆摊，确实是抢了你一点生意，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太过火，我只当是结个善缘。可你再欺负我们姐弟试试，
呵呵，行，只要你肯说出你的食材是哪儿买的，我就信你。哼，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怎么听着像是我姐夫说的话呢？请问苏姑娘，你们的咸蛋黄是哪儿买的？啊，你说那个呀，我自己做的。自己做的？对啊，你们不会做吗？也不是很难啊。孙掌柜一口老血差点吐出来。看在咱们合作过的份上，你若是想要咸蛋的配方，我可以便宜卖给你。我不要配方，不过你手头上若是有多的咸蛋，可以卖给我。唉，咸蛋的做法虽然不难，可是很麻烦的。我就做了那么些个，自己都不够用呢，哪有那么多卖给你们啊？价钱好商量。鱼上钩了，孙掌柜真以为买走他的配方就万事大吉了，那不过是另一桩生意的开始。最终苏小小答应以8文一个咸蛋黄的价钱供货给锦记，这可比卖配方挣钱多了。收摊，今年的生意做完了，咱们抓紧再去买点东西。姐，你想买啥？我想买点花生，再看看年货还差点什么。苏二狗望着空了大半的集市，姐，买不到花生了。哎，买不到，可以去那里买啊。姐，你说的是哪儿啊？二狗，敲门。哦，有人在吗？弗郎中，是我们。不在家吗？出诊去了？福大娘没出摊，弗郎中不在，他应当在。继续敲。福大娘，是我们，你在家吗？能不能听见啊？别敲了，别敲了，弗郎中出诊了，不在。我们找福大娘，请问她在吗？这我就不清楚了，那个老太婆从不与人来往，谁知道她行踪啊？说完妇人就进屋了。不对劲儿，苏小小蹙眉，他早上去找罗大壮结账时就没有看见福大娘。二狗，翻进去。啊，姐，这不太好吧？咱们不是不讹钱了吗？和讹钱什么关系啊？难道你想偷钱？我是让你进去看看福大娘在不在。哦，那我进去了。哎，当心点儿。好嘞。苏二狗两脚一蹬，双手攀住墙头，轻松翻进院子。没一会儿，苏二狗将破旧的大门哗啦一下拉开。姐，福大娘出事了。姐，福大娘还有气吧？你让一下，我把她搬进屋里。先别动她，我检查一下。要排除身体是否存在外伤或骨折。二狗，去灶屋找几块干柴，要又扁又长的那种，没有你就劈几块。好。姐，你看够不够？够了。你去那间库房，我记得左手边的架子上挂着干净的布条。苏二狗去取了布条，苏小小给福大娘的腿做了简易制动处理。一会儿抬的时候当心点。姐弟二人小心翼翼地用门板把人抬回了福大娘的床上。二狗，去灶屋生个火盆来，要快，再烧几桶热水来。锅。去找街坊借，客气点。成。福大娘的呼吸越来越不对劲儿，她把了一下脉，掀开眼皮子看了看眼底。该不会是……她将血压计的气袖绑在福大娘的右臂上，将听诊器的听筒塞进去，一边打气加压，一边观察血压计的数据。不出意料，福大娘的血压很高，正好借此机会试试药房能不能进去。苏小小闭上眼，睁开眸子时发现自己仍在原地。不是吧，都要出人命了，能不能行了？高血压加冻伤休克是很危险的。苏小小尝试多次无果，就在他打算放弃时，眼前一晃，他进药房了。苏小小都迷了。你是2剂网吗？反应这么迟钝。吐槽归吐槽，苏小小没有忘记拿药，
降压药、利尿剂、氯化钾。难得进来一趟，怎么也得……这念头刚闪过，眼前一晃，他出来了。灶屋，二狗子把火盆升起来了，热水也烧好了。苏小小用水囊装了几个热水袋，给福大娘暖身子。福大娘终于恢复了一丝知觉。你冻坏了，嘴皮子都不利索了。是我呀，福大娘。苏小小把她微微扶起，拿了个枕头垫在她的背后。既然醒了，就把药吃了。福大娘被灌了一肚子奇奇怪怪的药，白眼儿翻得嗖嗖的。现在能说话了吧？不能说的话，点头眨眼也行。我需要了解你的病史，以便后续能对你进行更准确的治疗。我自己儿子就是郎中，用得了你治？哼！再说了，一个小丫头片子能懂什么医术？得了吧。第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经常眩晕头晕，有时候还会胸闷气短，四肢发麻？福大娘一怔，不屑一顾的表情僵住了。看来是了。以上症状是不是多在上午与傍晚发作？福大娘的表情更惊讶了。看来又是了。大娘的情况若不加以控制，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你说你，隔壁又不是没住人，摔倒了不会叫两声吗？宁可冻晕也不喊救命，什么倔脾气？你想过福郎中的感受没有？他出了一趟诊回来，发现自己亲娘没了，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你让他怎么面对今后的人生？只要一想到是自己出诊间接导致了你出事，他能原谅自己吗？他还能继续救死扶伤吗？还能拿稳手中的银针吗？福大娘难得没回怼苏小小几句。当苏小小把2片白色药丸并1勺温水递到他的嘴边时，他配合地服下了。你不问问我给你吃了什么？能是什么？真以为自己的土方子能医人？苏小小没和他争执。你没和福郎中提过自己的病情吧？是不是觉得头痛眩晕是小事？四肢发麻是自己坐太久了，还是你自己讳疾忌医呀？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多呀？我关心你才会话多。哼，谁要你关心了？你的关心很值钱吗？瞧瞧这古怪脾气，魏婷、景逸和你一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难怪左邻右舍都让他骂怕了。可要说他是一个恶人，福大娘卖东西也是1等1的实在。他的干货是集市上最好的，秤也是最足的，缺斤少两不存在，反而一般都会搭上1两。哼，不和你吵了，我去做饭。你还想在我家做饭？我忙了那么久，又冷又饿的，吃顿饭怎么了？有本事你打我呀！福大娘看着自己上了甲板的腿，气得皱纹都仿佛在发抖。好啦，别生气了，躺着睡会儿，能让药效发挥得更快。苏小小去灶屋熬了一锅紫菜蛋花精米粥。紫菜补钾利尿，能辅助降压；精米滋阴补肾，明目活血，也有利于缓解福大娘如今的症状。另外，他摊了几个梅干菜饼子，他和苏二狗吃。他把锅洗干净了，给隔壁还过去的时候，还捎上了一篮子干货。这些是福大娘的心意，还请您收下。那有什么事叫一声，福郎中出诊一去3、5日不回也是有的。那些偏远的村子又没钱挣，路又难走，没人愿意去，也就福郎中不嫌山高路远，乐意当这个冤大头。哎，还不是福大娘让去的。福大娘说宁可自己苦点儿，也不能让穷苦百姓看不起病。夫人想起嘴毒的老太婆，确实没刁难过穷病人，哪怕一条街的人都让她骂过。可对付不起药钱的患者，她既没拒诊，也没把人扫地出门。思及此处，夫人不吭声了。总之，我先替福大娘谢谢你了。这之后，
苏小小回到福家，又装了一篮子干货，给另一户街坊送了过去。福大娘说左右是晒多了，天气这么潮，不吃该坏掉了。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可以拿去炖汤，很滋补的。傍晚时分，苏小小扛着一麻袋花生，吭哧吭哧的走了。福大娘坐在床上，怒瞪大喝：“臭丫头，你又拿了什么东西？”药钱和枕巾。被骗了，一个乡下土方子换了他老大一袋花生，亏死了，亏惨了。夜里，福家发生了2件不可思议的事。第一件事，福大娘的症状减轻了，她心慌气短的症状没了，头也不痛了，四肢也没有再发麻。第二件事，从不和她来往的街坊邻居突然上门了，一个给她端了一碗热乎乎的小鸡炖蘑菇过来，扶她去了一趟茅厕，另一个帮她把火盆添上了，留了一盅银耳汤和几个梅菜窝窝头，还说明早都要过来看她。福大娘简直感觉见了鬼。苏小小正和苏二狗、魏婷坐在后院剥花生。闺女，你过来。啊，来了。爹，怎么了？你瞧。瞧什么？爹这手腕子它不疼了。啊？真不疼了？这里呢？不疼。这儿？也不疼。苏小小挨个按了一遍，除了裂缺与太渊2处穴道按起来有一丝丝麻麻与刺痛的感觉，难道说基地研发的壮骨颗粒并不仅仅有补钙壮骨的功效，还能修复神经损伤？这绝对是一个大惊喜。爹，我试试你手腕的力道，你别硬撑着，疼了或者不舒服了就喊我停下。好。苏小小轻轻地摁住苏老爹的手腕，一点点加大力道。疼了一定要说啊。行，我知道。苏小小第4次加大力道时，苏老爹的眉头微微地皱了一下。疼了吗？苏小小忙停下动作。有点麻。那就先到这儿。药房这么小气是有道理的呀，恐怕他拿的那些常规处方药加起来也比不上一瓶黑科技壮骨颗粒珍贵。薅羊毛了，妥妥的薅羊毛。大丫儿，你可别吓爹呀。别他的手好了，这大胖闺女给乐成傻子。爹，你的手真的一定会痊愈的。还要包吗？要的。外面太冷了，进来包吧。好嘞。石磨花生酱水分多，顺滑细腻，石杵捣出来的花生酱更偏向于花生泥，浓稠绵密，2种口感都不错。苏小小更中意石杵捣出来的。石磨的够了，后面都做这种。魏婷看了看剩下的半麻袋花生，眉头一皱：“你就是想让我一直给你捣花生吧？”是呀，你才发现？爹，大丫欺负我。爹，他不捣的话，剩下的拿去石磨也行。爹，你来磨。苏成果断断续求生。女婿啊，其实我觉得呢，这捣出来的花生更香，你多捣点啊。我算是发现了，一旦涉及到干活，这个便宜岳父就靠不住。拿出碗柜里炒好的芝麻，放进了魏婷的蒜臼子里。芝麻用石磨磨出来的更香，不过你力气大，捣出来的应该也不差。这叫芝麻花生酱。魏婷睨了他一眼，根本不想说话。啊，对了，可以做一碗单独的芝麻酱。你有完没完了？嘿嘿，没完。好不容易发现他有这手速，这手艺，当然得物尽其用了。魏婷不愧是习武之人，对力道的掌控炉火纯青。入睡前，
苏小小把所需的药品装进急救包，顺便检查了一下隐形夹层里的令牌。魏婷笼罩在黑暗中，打门缝里瞧见了这一切。魏婷一直等到屋内传来她均匀的呼吸，才轻手轻脚地推开房门，来到床前。苏小小翻了个身，一只小胖胳膊搭在了急救包上。魏婷眉心一蹙，托起苏小小肉乎乎的小胖胳膊。魏婷，魏婷身子一僵，真的是你？你做梦了？你才做梦，我清醒的很。等等，苏小小扣住了魏婷的手腕，这让本要起身的魏婷又一次朝他扑了下去。魏婷闭了闭眼，将身子往上提了提，却依旧不可避免地碰到了那一片痰软。上次我没做梦是不是？你做梦了？你都没问我是哪一次，做的什么梦？好啊，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我哪种人？你别误会。我误会？你都被我抓现行了，还敢狡辩？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你被抓包2次了，还有，我看你压得很实在呀。那还不是因为你。魏婷往下看了看，迅速移开目光，将嘴里的话咽了下去。她涨红了脸，你放开我，让我起来。苏小小死死地抓住他的手腕。别以为我不知道，我放了你，你就不认账了。你不把话说清楚，不许走。事到如今，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魏婷也只能是坦诚相告了。我在找令牌，谁让你拿了我的东西不还给我，我只能自己来取了。不问自取是为盗。魏婷咬牙，那是我自己的东西。好像也是。你吃我的，喝我的，住我的，你的令牌抵给我了。我没有答应抵给你。总要抵一样的。你和令牌哪个抵给我，自己选。我和他预想的不一样啊。魏婷不该是抵死不认，或者被迫承认把令牌给他吗？我抵给你，令牌可以还给我了吧？魏婷说，上次我不是做梦的话，那我到底是摸到没有啊？你魏婷最终也没能拿回令牌，因为小虎尿了。大半个村的人聚在了老苏家，将老苏家围的是水泄不通。姐，你回来了。老苏家出什么事了吗？大表哥给老苏家写福字和对联呢。李正和老苏家的亲戚也有，还说若是一会儿有多的，就白送给乡亲们。大家都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抢到一副对联，实在抢不到，抢个福字也成。胖丫、二狗，陈秀才在写对联呢，快去要一副去。他是你们表哥，一定会给你们的。谁要那家伙写的对联？陈秀才呀，胖丫、二狗来找你要对联了。不是说写完老张家的就到我们了吗？是啊，怎么又来了个要对联的？这还有完没完了？抢不着的，人家可是陈秀才的表亲。大家误会了，我们不是来要对联的，路过而已。想要就直说，亲戚一场的份上，一副对联我们陈家还是给得起的。说了我不要。胖丫，别使性子了，你舅母都说送你了，干啥不要啊？瞧不上。是啊，换的是我，也没脸来讨对联。秀才娘不与他计较，宽宏大度送他对联，他还不要？嗨，都说了，没脸要。为了得到陈秀才写的对联，大家几乎是一面倒向了皇室。大家都别说了，我那小姑子去得早，没个娘在身边照看着，难免不懂事了一些。我这个做舅母的，难不成还真能与孩子计较？哎呀，算了，胖丫儿，不难为你了，你叫我一声舅母，这对联呢，我就送你了。啊？真送啊？那咱们怎么办啊？是啊，
都等1天了。真是对不住了，胖丫儿毕竟是浩哥的表妹，这不看啊！死丫头，你给我站住！二狗，告诉他，陈浩源写的对联倒贴钱我都不要。苏二狗回头大声说道：我姐说了，陈浩源写的对联倒贴钱我们都不要。哼，你这个死丫头，你就嘴硬吧你！嘴硬？苏巧巧气笑了，拿她的字儿与魏婷的比，简直是越级碰瓷。二狗，回去我们自己写对联。我姐说了，回去我们自己写对联。苏巧巧心想，这一句不用转告。哼，好啊，你们去写呀，写得出来我把头砍下来给你们。当他第1天认识苏胖丫吗？一家3口就没一个识字的。大丫不会写字，可她有相公的。哼，你说那个跟着李家学种地的，那就是一个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他识字的，我见过他给大丫念信。谁这是不是瞎念呢？他真识字还能去学种地？是啊，他有那本事，咋能给苏胖丫做上门女婿？你来做什么？你放心，不是找你捣花生。渴不渴呀？饿不饿呀？肩酸不酸？腰痛不痛？听着这熟悉的台词，怎么又想用完就扔？你还学会总结经验了？哎，瞧你说的什么话嘛！人话。不扔不扔，这次保证不扔。像你这么俊俏的相公，我吃都没吃到嘴里，哪里舍得扔嘛？听听，这像是一个姑娘家说的话吗？魏婷被他无耻又大胆露骨的言语噎得抽凉气，你脑子里成天想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苏小小严肃地说：我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这不快过年了吗？贴2副对联多喜庆。我现在不想写，明天再写。就今天。为什么非得今天？苏小小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因为今天是小年儿。我看你是和人打了赌吧？你知道啦？能不知道吗？苏二狗那大嗓门，隔壁村也知道了。你写不写？不写。魏婷拒绝。苏小小危险地眯了眯眼。当真不写？说不写就不写。你很想看我出糗是吧？别忘了，你是我相公，我丢脸你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不在乎。苏小小以为是小吴氏过来了，转身去开门。来我家干嘛？你家里就你一个人。你找谁？给你。竟然是一副对联。苏锦娘，你几个意思？苏大丫，我是来帮你的，你犯不着对我如此大的敌意。你，苏锦娘，帮我？你方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顶撞你舅母，她很快就会过来看你笑话了。这副对联你拿着用，比不上陈秀才的，好歹也是我从镇上买的，应付你舅母够了。村花的举动真的很奇怪，上回骂他，这次又来帮他。你去和你相公说一声，让他说是他写的，应该能糊弄过去。苏锦娘，我舅母可是你未来婆婆，你不向着她，反而偷偷过来帮我。我的亲事还没定下，不一定会嫁进陈家。哦，你家里也是这个意思吗？你操心你自己吧，你舅母快过来了，要不要丢这个人你自己看着办。脑海里闪过那个男人的脸，心跳得扑通扑通的。他应该听见了吧？他知道我过来帮忙了吧？他会感激我吗？什么？对联，苏锦娘给的。真奇怪，明明和我关系不好，上次还当着你的面揭我的短，今天却跑来帮我。你没问他为什么吗？
问了啊，我说我舅母是你未来婆婆，你不该帮她的吗？你猜她怎么说？她说她未必会嫁给陈秀才。哎，苏锦娘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啊，对了，她还叮嘱我一定得和你对好口风，说对联是你写的。她想的挺周到。我们一家3口不识字，也只有你这个外来女婿可以撒这个谎。刚写的对联，墨迹是湿的，就眼下这个天气，半日都干不了。苏小小一脸的若有所思。你这么说也对啊，那苏锦娘给了也是白给嘛，我还是会被戳穿的。我当她多聪明呢，原来也不过如此。魏婷看着某个小胖丫头，就你这脑子是怎么做生意的？笨死得了。你说谁笨呢？反正你也不写，我拿不出来也是被人嘲笑，戳穿又怎样，无所谓了。拿来。喝水自己倒，吃的自己拿。纸。啊？相公，你说啥？苏小小1秒切换萝莉音，写不写对联了？相公最好啦。嬷嬷。好嘞。一边嬷嬷，一边语重心长地说：我觉得吧，苏锦娘可能也不是故意想让我被人戳穿，她应该只是帮人心切，没有考虑那么多。我们还是得好好感激她，尤其相公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对她印象不好。魏婷神色复杂的睨了他一眼，这丫头根本心里什么都明白的吧？人家什么都不明白，人家只是一个无辜的小可怜呢。这茶里茶气的苏小小被魏婷轰了出来。苏胖丫，快出来啊！你舅母给你送对联来了。我舅母给我送对联，你兴奋个什么劲儿？是给你送的吗？还是你想等着我不要，然后自己捡个漏啊？你，哎，大丫儿啊，舅母知道你适才说的全都是气话，你哪里会写什么对联呢？你会写的话，早就拿出来贴上了。你们这些人呢，茶艺差，话术痕迹重。我要是拿出来了呢，舅母适才说的话还算数吗？哼，当然算数。行，拿砍刀。好嘞。苏二狗把水桶放下，麻溜的拿了一把杀猪刀过来。啊，苏大丫，你想杀人呢？没啊，是舅母自己要把头砍下来，我怕你没刀子，替你准备好而已。苏大丫，现在说对联的事，扯什么犊子？二狗，去你姐夫屋里拿对联。我姐夫屋里有对联了？苏二狗一脸懵逼的去，一脸懵逼的出，2条手臂上各挂了一半对联。不是吧？小苏家还真把对联给写出来了？啊，不可能！你这是在镇上买的吧？啊！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墨迹都没干呢。小苏家的对联纸似乎比陈秀才的对联纸颜色更正啊，也更厚，还不毛不掉色，居然不掉色。苏小小从书院拿回来的红纸，可是沈院长花重金从府城订购的。沈川十分败家的拿了10张，让老头送给苏小小。不，这不是真的。苏碰丫这种粗鄙的丫头，哪里配用比我儿子更好的纸啊？你，谁知道你们写了什么玩意儿？乱画一通就能说是对联了吗？那我买几张纸，鬼画符，是不是也能充数啊？舅母不识字没关系，我念给你听啊。上联，五湖四海皆春色；下联，万水千山尽得辉；横批，万象更新。哎，俺们见了鬼了吧？苏碰丫念对联了，他苏碰丫认字儿了。众人一个个惊掉下巴。我相公教的。去，把浩哥叫来，让他认认那副对联上头究竟写了个啥。铁蛋儿听话的去了。苏小小闻言
直接笑出了声。死丫头，你笑什么呀？我笑你蠢啊！你要不要把李正也一起叫来呀？哼，叫来就叫来，谁怕谁呀？你指望李正袒护你？我告诉你，不可能。郭李正，陈秀才，娘，出什么事了？那你给看看，那副对联上面写了个啥？这是谁写的？我姐夫写的。写了啥呀？陈浩远被对联上的书法惊愕得无以言表，喉咙像是被堵了一团棉花，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五湖四海皆春色，万水千山尽得辉，万象更新。写得好，写得好啊！哎，李正，这对联是真的？对联还有假的？李正一脸莫名其妙。刚刚陈秀才的娘说，小苏家的对联是鬼画符，瞎写的，狗屁不通。这副对联要是狗屁不通，那媒人的对联不是狗屁不通了。媒人？人是谁？必定是陈秀才了。字好，意境也好，纸好，好的不得了，好到李正都词穷了。儿子，黄氏将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陈浩远的身上。我儿子是秀才，学问最高，讲的话最有分量。只要我儿子说小苏家的对联不对，那就是不对。哎呀，大表哥，你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我相公的对联写得太好，让你自惭形秽呀？这一刻，他真真切切感受到苏大丫不一样了。姐，他指定没姐夫写得好。你们一个村的，当然帮着自己村的人说话了。黄氏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可惜为时已晚。哎，你们快看，那边有马车过来了。浩哥儿，他谁呀？沈院长的儿子。啊，你们院长的儿子是来找你的吧，浩哥儿？哎呦，沈公子啊，你是来找我儿子的吧？我儿子在这儿呢。咦，你也在这儿呢？我找苏姑娘。恰在此刻，方氏带着苏锦娘往这边走来了。锦娘，有个公子找你。你是谁来着？哦，我是梧桐书院的，我叫沈川。你们弄错了，我找的人不是他，是苏大丫。你们家是在办什么喜事吗？怎么这么多人？唉，喜事没有，就是贴了一副对联。沈川，你来的正好，帮我看看这副对联写的怎么样。你家的对联是请哪位高人写的？字很有风骨，寓意也好。比起这一副呢？苏小小指向铁蛋手里的对联。这有的比吗？这幅比起你墙上贴的差远了。沈公子啊，你怎么能帮着外人说话呢？日后你和我儿子同去府城念书，用你们读书人的话来讲，那就是老乡家同窗，哎，彼此间要相互照应的呀。咦，你们不知道吗？这次去府城的名单里没有陈浩远啊。怎么会没我儿子？不可能的。我骗你们做什么？名单几日前就下来了，去府城的学生早接到通知，去办府城录影了。为什么？我也纳闷呀，我明明和我爹说了，你是苏姑娘表哥的。黄氏吹嘘了一早上，陈浩远要去府城考举人了，这一下叫咋收场啊？陈秀才，你也莫灰心丧气，去不去府城念书不是最关键的，只要你用心学，总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